新加坡时间10月28日周二晚间的6点整，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回归比特币最新盘面走势，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属于反弹还是反转？后天的 FMC 降息会议会直接点燃行情，还是泼一盆冷水？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。有关注比特币行情的朋友呢，我相信十有八九都会留意这个巨鲸的盘面走势，特别是它的一个持仓状态。如果它突然之间转为空头，或者是进行平仓了，会引发一段恐慌性的行情。那么就目前来看的话，它还没有进行平仓。如果下跌行情产生的话，我们不排除巨鲸会立马平仓，然后它的这个平仓动作呢，可能会帮助市场进行进一步的恐慌。先说结论，我个人的观点是反转而不是反弹。很多人都认为一段行情下跌，它肯定是反弹的不多，然后就直接进行下跌了。那为什么斐波那契 0.618 这么神奇呢？因为在多半的情况下，一段行情的下跌趋势呢，能够反弹到斐波那契的数列当中。那我们来注意看一下这一个斐波那契 0.618 所在的位置啊，下跌又反弹过程当中的话，大家其实都非常坚定的看空的，直到它一边出现反弹不断创下高点的时候呢，来到这个位置，应该其实是看起来啊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它要追涨，因为要到116659的时候。但是呢，你这个时候呢去进行到买入，那实际上它又开始出现阴跌。所以呢，认知到0.618这个理论可以帮助你逃避一些庄家设置的陷阱。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斐波那契，或者是你没有看过一些纯 K 线的分析的话，我们的指标平台提供了所需要的数列，在这里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出。那我们呢，先来看一下比特币 CME 的期货，昨天晚上的话也是同步来到了这一对空头流动性的位置，然后做了一个假突破之后，价格出现下跌。那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比特币在111000美金左右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 CME 的缺口的。那当下的价格如果往下去填补这个缺口的话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就是这个概率的会比较大的。短线的话，应该如何去分析比特币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确，当下的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个前高双顶的假突破线，然后呢，它的假突破线被拒绝的点数恰好落在了斐波那契 0.618 的附近啊。这里我们给大家拉一下，恰好落在这个附近区间啊。那因此呢，当下其实是有理由产生一段下跌的行情。而另外呢，我们可以遵守这个短期的趋势线，去看一下当下能不能击穿趋势线。当趋势线跌破反弹，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高的时候呢，再次跌破前低点，落在可能112800附近。我相信短线的话，这一个就是已经是顶部了。那么这个区间成立的话，就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一直在做对赌，就是看涨的话，也许曲线跌破过后，你就要改变你的想法。那有些观众朋友呢，他会按照基本面去推演，他非常想在降息日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来一个高点。那我们即将是要在明天夜里的凌晨2点迎来10月的 FMC 会议，降息的概率了，那大概就是肯定了99.3%。那在去年的时候呢，降息是在9月17、18号，还有11月的6、7号。我们来看一下上一次降息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。在去年的9月17、18这2天，比特币迎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拉升啊。那也是降息前3天呢，其实是有下跌的，然后跌完之后大概是连涨了，一共是11天。之后呢，有一个不小的回调。那确实啊，一直是在盘整，然后慢慢走高的。那到11月的 FMC 会议之前呢，也同样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啊。那我们也看到11月6号当天呢，就开始暴拉的一个模式。那最后一次在12月的17、18号 ，FMC 会议宣布之后呢，将不会再出现降息，然后比特币呢就在这里受到一个顶部的模型。那然后见顶之后呢，就开始进行回调。那这一次呢，降息会议前可能短线还是看跌了，但是在降息之后呢，我们还是有一些乐观的角度，然后还是有看涨的空间。那因为呢，从指标来看，日线级别它现在会处在一个非常明确的多头排列的一个信号，在底部形成一个金叉，所以从形态方面来讲，暴跌之后的二碳磨蹭，然后蓄力开启拉涨。以及从消息面来讲，降息、黄金下跌、美股以及中美和谈带来这个好消息，所有的方向基本都指向比特币还有一波拉涨的空间。但是短线从4个小时的级别来看，
它还是一个空头的排列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明天夜里凌晨之前呢，比特币还是会出现一个震荡下跌的趋势。那下跌的目标位，我们刚刚在视频开头有给大家讲过，0.618落在了116725的附近，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两个顶啊都没有突破到这个0.618的位置。那既然没有突破到，很可能它会在0.618受到强有力的阻力位。那所以呢，它会进行回调，回调的话，价格会落在0.382，我们看一下0.382的位置，也就是110897，并且从这张图表现出来的形态来看，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W。那很明显，这个 W 的话已经到达顶部，开始走下跌的这一个趋势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分析啊。那大家不妨多想一下这个利多消息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在后天凌晨2点钟的 FOMC 会议啊。那这个利多消息其实从上周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酵了，并且美股持续创造高点，比特币其实已经非常给面子了，它已经涨了挺多的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30号凌晨2点钟降息这一个基本面的话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就代表这个消息会被提早消化。那有句话叫做利多的消息已经出尽，就会变成利空。我是倾向于在这些区间呢，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操作，特别是持有现货的那些朋友们，你仅需要就是空手等着即可以。然后呢，合约的朋友，你需要考量一些短空的交易计划，说不定短空会变成中长线的起跑节点，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作为一个切入点，很可能在 FOMC 会议结束之后呢，比特币迎来一波短暂的拉升，那这里呢就变成了一个底部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到不错的收益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。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，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SO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按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。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作为币安的战略备胎 Aster 一定要进行参与。由于第3季的话重置的邀请返现比例，我们仍建议大家绑定我们的邀请码，所有的返现都将返还给各位，绝对不更改。邀请码在视频的简介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